去找一个附近的停车场，再去测试一次我的星链啊。如果大家没看我的视频的，也可以去看上一集的开箱的视频啊。上集的星链的测试呢，我不是特别满意，因为我们刚开始呢是很着急的去开箱嘛，然后第二天呢就去山上去测试，然后我的供电呢还是用我的这个皮卡，然后当时在山顶上出现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它的电源星链的电源灯总是不亮，然后我就怀疑是皮卡的供电失败了，又断了。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，路由器的这个灯它一直在闪，不可能是供电的问题啊。对啊，车燃着油，发电机啊，这是。对啊。后来这2个星期呢，我经过这个退货失败啊，自己的一些研究，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那今天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全新的心得，还有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，而且还会深度的测评一下全新的星链。走，这个就是我的星链连接，把它放在车顶上去接收信号，然后在车尾这个地方呢，我把星链放到了这个平台上，然后这个是路由器和电源，然后电源呢插到我的车载的一个发电机接口。当我把电源插到车后面之后呢，会出现这么一个提示，就是问我是不是要去连接外面的这个供电，我点 yes， 对，然后关闭。我在这个 power 这块呢，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车呢是以发电机的模式供电，然后它最高呢可以到2400瓦，现在呢是小于200瓦，所以现在呢这个星链呢就应该是已经通电了。现在这个路由器的指示灯已经在闪烁了，但是它的光是非常的暗，我估计你们都暗到看不到的这种情况，这也是我对星链这个设计非常不满意的地方，它太低调了，白天几乎看不到，你看我只能挡上光。趁我的星链正在连接的时候呢，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路由器不供电的情况。测评出现了那个问题以后呢，我就一直在跟 Starlink 群沟通，然后这2天呢正好赶上圣诞节和新年的假期嘛，他们的回复就特别的慢，后来也没有换货成功。然后呢我就自己一点点研究，直到昨天我呢突发奇想，我问一下 ChatGPT， 看看他能不能给我收集一些什么资料，没想到还真是有收获。Chat 跟我说呢 ，Starlink 的路由器重新插拔以后呢，是需要经过60秒的时间，就是如果你拔掉这个电源再插，你再重新启动它，你一定要等待60秒。然后你插完之后电源之后呢，你要等待15分钟到半个小时不等的时间，你要耐心去等它重启。那我就回想了一下，当时我在山上测试的时候啊，可能因为是心情也比较着急，因为当时我们上山以后呢，其实已经快落日了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时间了。当路由器灯闪烁或者不亮的时候，我就立即的插拔一次电源。我重启一下好吗？所以说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，就是如果你永远是这样的动作的话，它路由器是永远都不可能正常工作的。那后来我就想，这个原理是为什么呢？我终于想明白了，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家里的路由器去使用。设想一下，我们家里的路由器网络是现成的，如果你插上路由器，灯一亮，网络直接就进来了。但是星链不是，星链是跟你看不到的近轨的低轨卫星去进行一个沟通，所以说它一定不可能是插上以后立即就有了，或者说指灯它立即就亮了。也就是说，你需要去适应它的节奏。那比如说现在这个情况吧，把电源插上以后，已经过了10几分钟、15分钟了，我的路由器还仍然是闪烁，但是我的软件星链的软件呢显示的是 online， 也就是说它跟卫星已经是连接上了。但是这个路由器它还在闪烁。如果我到 setting 里面看呢 ，Starlink 是连接成功的，路由器显示的是你是否跟星链已经连接了，你是否开电源了？之前的情况就是这样。那我之前的动作呢，就是把电源拔掉再插上这个动作。那现在我就测试一下，我拔掉以后等60秒会是什么情况？拔掉 ，Hi Siri，H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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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iri。那我自己启动吧，启动计时器，计时器已经响了。那我再把这个电源
插上看一下。走。电源插入以后，我就回到车里来了，因为外面太冷了。现在加州这边天气是，只要云把这个阳光挡住，就突然间就变得特别的冷。我的星链的软件呢就显示 online， 然后呢它会有一个连接的一个过程。现在上面的一个红色的提示呢，是让我调整星链的一个方位。它在动，它现在软件也在动。我的最佳位置应该是在这个方向。好了。星链已经是最完美的状态了，然后软件上已经没有任何的提示了。那这时候我速度测试一下啊，现在是在城市中，速度你看速度一直在往上走，130兆每秒，143兆每秒，168兆每秒，然后现在开始测试上传的速度。哎，你们能看到我吧？上传的速度是现在是14、13，基本上13兆每秒的上传速度，然后呢？延时是29毫秒，这个速度已经非常好了，但还不是我测试的最佳的。我测试最佳曾经上到过200多，将近300。然后呢，它下面呢还有一个详细的速度测试，我再测一下。OK， 走，这是从卫星和路由器之间的一个链接的速度，100多兆。然后是设备和路由器的一个连接速度。是200多兆，你看280兆，然后呢上传，哇，上传这个速度可高了，100多兆。好了，星链已经稳定的连接成功了，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。那现在测试一下它的实际的使用速度。B 站我随便点个视频，好了，开始播放了。对，但是 B 站我好像播别人的视频没有大会员，我还得播我自己的我的视频，然后播一下上次的 Starting 星链的视频，速度非常的快。你看我播到哪儿，几乎同时播放。再测西瓜视频，西瓜视频是打开之后，好像是它视频是自己播放。好了，播了，然后再刷一个，走了，再刷一个。你看，速度非常的快。简直是完美啊！那我现在跟小雨视频连线一下看看，怎么样？现在看我清晰吗？是吗？我正在录屏啊，同步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啊。OK， 那我先挂了啊，我继续测别的啊。拜拜，拜拜。那再跟大家聊聊星链的软件的这套操作怎么样？在这个主界面呢，最上面就是一个路由器和一个星链的接收器。它现在是这个画面的话，就是连接成功的；如果它是一根红色的线的话，就是连接还没有成功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整体的你数据的一个流量的信息。然后呢 ，Network 这块呢是你现在连接上这个星链的设备。那我测试了连接2台笔记本电脑、2个手机、3个手机，然后还有 Apple TV 啊等等电视都可以连接，没有问题也就是说有1台这个主机就可以做所有的这些事情。然后呢，这是一个测试你的方向冲在哪个方向，信号最好的这么一个功能。正在一点点的收集到我的手机里，可以的，非常好。还有一个是速度的测试，你可以随时了解自己的连接速度。Setting 里面呢有一个是路由器和星链的2个界面，你都可以滑动这个拨杆呢去 reboot， 就是可以去重启这2个设备。右上角呢是一个账户，就是你的一些订单呀，你现在用的什么流量套餐呀，还有你可以联系他们的客服啊，然后还有 shop， 就是可以买一些相关的配件呀，这些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 app 程序。现在我的供电呢是用我汽车的发电机，因为我这个车是 PowerBoost 的这个带一块非常大的一个电池，我的电池的容量是1500瓦。那星链的变压器上呢写的它的输出的电呢是195瓦，可以算一下1500除以195。等于7.6小时，那也就是说我用这个电瓶给星链供电应该是在7个小时左右。
觉得首先它的这个接收器非常的薄，而且它没有很沉重的一个三脚架，也没有找星的那个电机，所以说呢，它的重量很轻，搜星的这个覆盖面呢比以前要广很多。然后还有它这一套东西的设计呢，我还挺喜欢的，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种白色的设计。白色的东西呢，让我在很多的设备当中呢，很容易找到它。这个面呢还防水。防水是对我们这种野外啊、房车呀非常有用的，外边下多大的雨、多大的雪，也都不用去担心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带一个除雪功能。它发现有雪覆盖在上面呢，它会这个面板会自己加热，然后会把雪融化掉。这个功能也是特别的好。那对未来的星链呢，我希望呢能够做得再小一点。连接速度再快一点，其他的我倒没什么了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上网速度是真的很快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我的分享呢能给大家有所帮助。那每一次呢我用到这些高科技的时候呢，都会非常的感叹啊，这些勇于创新的人呢，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。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，大白小姐看世界，咱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刚才把星链的接收器从车顶拿下来了，放在这个位置，本以为接收不到了，没想到这个位置比上面竟然还要好，也就可以说明它现在接收的面积很大。这个车的挡的应该是非常的严了，那它现在还会找这个空的这个方向的这个星星，还是真是挺令我意外的。